55岁男子查出肺癌，嚎啕大哭，医生直言，半年前腿上就出现信号。李先生，55岁，半年前出现咳嗽、咳痰以及腿部血管曲张等症状，但是他没有在意，以为是常年吸烟导致的肺部不适，于是胸痛持续半年余，近日症状加重，伴卡血，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通过问诊，我们发现患者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初为干咳后逐渐转为咳痰，痰液呈白色粘稠状，同时患者感到胸部隐痛，活动时加重。进医院来咳嗽、胸痛症状明显加重，并出现卡血现象。患者有吸烟史，同时家族中有肺癌病史，患者自述近期体重下降明显，食欲减退，精神状态差。随后就行体格检查，患者一般情况可神志清楚，精神萎靡，查体见肺部呼吸音粗糙，右肺下叶可闻及失落音，胸部叩诊呈浊音，四肢活动自如，无水肿，神经系统检查未见异常。鉴于肺部听诊异常体征，决定进一步检查。我们通过血常规发现白细胞计数轻度升高，中性粒细胞比例增高，进行生化检查，肝功能、肾功能、电解质均正常。通过胸部 X 线片发现异常现象，显示右肺下叶占位性病变，边缘不规则，密度不均匀。随后就行胸部 CT， 进一步证实右肺下叶肿块伴随纵隔淋巴结肿大。通过监测肿瘤标志物，发现 CEA、Cipher21-1 等肺癌相关标志物均升高。下肢血管超声发现患者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鉴于这一情况，我们通过纤维支气管镜检查，镜下见右肺下叶支气管开口处有新生物，取活检组织送病理检查，病理结果显示为非小细胞肺癌，腺癌可能性大。综合患者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结果及活检病理结果，诊断为右肺下叶非小细胞肺癌、腺癌伴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针对患者肺癌诊断，结合其身体状况及病情分期，制定治疗方案。患者目前处于肺癌早期，且无远处转移，具备手术指征，建议行右肺下叶切除术，并清扫纵隔淋巴结。我们对患者及其家人进行谈话和治疗方案沟通，告知患者发生恶性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切除。李先生得知这一结果，情绪非常激动，开始嚎啕大哭，对肺癌这一疾病非常恐惧。我们对其进行安慰，同时告知其他治疗方案。针对患者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给予抗凝治疗，预防血栓进一步发展及肺栓塞的发生。术后根据病理分期及患者恢复情况，可考虑行化疗、放疗或靶向治疗等辅助治疗措施，以降低复发风险。患者就诊时情绪激动，需给予心理安抚及支持，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本例患者因咳嗽、胸痛等症状就诊，经详细检查诊断为肺癌。值得注意的是，患者在半年前就已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迹象，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导致疾病进一步发展。这提示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应加强对肺癌早期信号的识别。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肺癌与腿部的相关性。发生肺癌为什么会出现腿部症状？肺癌可能通过血液循环途径发生腿部肌肉或骨组织的转移，转移到腿部时会破坏正常的组织结构和功能，这种转移过程可能引发腿部不适，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肺癌患者可能出现腹癌综合征，这是一种由肺癌引起的全身性症状。腹癌综合征可能表现为高钙血症、神经炎、肌无力等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可能导致腿部神经和肌肉的功能异常，可能引发腿部不适症状。癌细胞可能导致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增加腿部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静脉血栓一旦形成，可能进一步影响腿部的血液循环，加剧腿部症状。肺癌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也可能对腿部症状产生影响。肺癌患者可能会出现活动受限，如果长期卧床、缺乏运动、营养不良等因素，导致腿部肌肉萎缩、骨质疏松等问题，导致我们出现腿部疼痛或无力等症状。肺癌患者出现腿部症状，并不一定意味着病情已经发展到晚期。虽然晚期肺癌患者由于肿瘤细胞的广泛转移和扩散，更容易出现腿部症状，但早期和中期肺癌患者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出现腿部不适。所以，对于肺癌患者来说，一旦出现腿部症状，
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接受专业医生的检查和诊断，以明确病因并进行针对性治疗。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发生肺癌可能引起哪些腿部症状。出现3个腿部症状，需要警惕肺癌。1、腿部静脉血栓。肺癌患者常常伴随有血液高凝状态，这是因为肿瘤细胞的生长和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这些物质能够激活血小板和凝血系统，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而且肺癌患者往往存在营养不良或脱水等状况。这些因素也会进一步加重血液的高凝状态。当血液在腿部静脉内流动缓慢时，容易形成血栓。肺癌可能引起肺动脉高压，这样情况也会影响腿部血管，使其血流动力下降。这种情况也会增加了下肢静脉回流的阻力。腿部静脉血栓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肺癌直接引起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肺癌只是其中的一个风险因素，而患者的年龄、遗传背景、生活习惯等也会对血栓的形成产生影响。针对肺癌导致的腿部静脉血栓，预防和治疗同样重要。对于肺癌患者，应定期进行血液检查，监测凝血功能的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血液高凝状态。2、腿部肿胀。肺癌患者晚期常因肿瘤消耗大量营养，同时摄入营养不足，这样情况可能导致引发低蛋白血症，该症状使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水分向组织间隙移动，造成水肿现象。这种通常是双侧对称性的，表现为凹陷性水肿。出现这一现象，我们还要进行对症治疗，通过补充人血白蛋白以提高血浆胶体渗透压外，还可使用利尿剂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从而缓解水肿症状。肺癌患者由于长期卧床及血液的高凝状态，血流流动速度下降，同时下肢血管压力增加，导致水分进入毛细血管，这种情况也会引发腿部肿胀。这种肿胀通常局限于患者下肢，肺癌还可能引起淋巴回流障碍，导致腿部肿胀。淋巴系统负责回收组织间液，维持体液平衡。当肺癌压迫或侵犯淋巴管时，淋巴回流受阻，组织间液积聚，这也会引起腿部肿胀。肺癌的远处转移也可能导致腿部肿胀。当肺癌细胞转移至下肢淋巴结或血管时，可能压迫或阻塞淋巴管或血管，影响淋巴液或血液的回流，引发腿部肿胀。3、腿部疼痛。肺癌的远处转移是导致腿部疼痛的常见原因。肺癌细胞可能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扩散至身体的其他部位，包括骨骼、肌肉和神经系统。当肺癌细胞转移至下肢骨骼时，它们会破坏骨骼的正常结构，导致骨质破坏和疼痛。这种疼痛通常逐渐加重，并可能伴随肿胀、活动受限等症状。肺癌还会间接导致腿部疼痛。肺癌患者常因肿瘤消耗和食欲不振而出现营养不良，导致肌肉萎缩和力量下降，这使得腿部肌肉更容易受到损伤和疼痛。腿部出现以上症状，同时伴随肺癌特异性症状，我们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尤其是肺癌高风险人群，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预防。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肺癌高风险人群如何定期检查。高风险人群定期检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定期进行科学检查，可以及早发现肺癌的蛛丝马迹，从而争取到最佳的治疗时机。1、胸部 X 线检查。通过 X 射线透视，可以观察肺部是否有异常阴影、结节或肿块等病变。此项检查具有操作简单、费用低廉的优点，适用于大规模筛查。但是它的缺点在于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率较低，对于微小病变的识别能力有限。因此，对于胸部 X 线检查发现的异常，通常需要进一步进行其他检查以明确诊断。2、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这项检查与常规 CT 相比，低剂量螺旋 CT 在降低辐射剂量的同时，保持了较高的图像质量和分辨率。通过此项检查，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肺部结构，发现直径小于1厘米的微小结节。低剂量螺旋 CT 对于早期肺癌的检出率远高于胸部 X 线检查。CT 检查虽然敏感度高，但特异性相对较低，可能发现一些非肺癌的肺部病变。对于 CT 检查发现的异常，仍需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断。3、肿瘤标志物检测。通过检测血液中特定蛋白质、
激素或镁等物质的含量，来辅助诊断肺癌的一种方法。常见的肺癌相关肿瘤标志物包括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 等，其中 CEA 是监测消化系统癌症的重要指标，超过 5.0 mmol 时要怀疑机体可能存在恶性细胞。部分吸烟人群或慢性炎症患者该值会出现升高现象。NSE 超过 16.3 mmol 需要警惕小细胞癌。肿瘤标志物并非肺癌的特异性指标，其升高也可能与其他疾病或生理状态有关。肿瘤标志物检测通常作为辅助手段，与其他检查方法结合使用。4. 支气管镜检查，这是一种直接观察支气管和肺部病变的检查方法。通过插入一根带有摄像头的细长管子到患者的呼吸道中，医生可以直观地观察支气管和肺部的病变情况，并可以取样进行病理检查。支气管镜检查对于中央型肺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于痰液细胞学检查阳性但胸部影像学检查阴性的患者。此项检查属于有窗检查，患者可能会感到不适或存在一定风险。在进行支气管镜检查前，需要充分评估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5. 痰液细胞学检查，通过收集患者咳出的痰液，进行显微镜下的细胞形态观察，以发现肺癌细胞的一种检查方法。这项检查简便易行，无创伤性，适用于肺癌的初步筛查，但是痰液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痰液的质量、采集方法以及细胞学检查的技术水平等。对于痰液细胞学检查阴性但临床高度怀疑肺癌的患者，仍需进一步进行其他检查以明确诊断。除了定期检查外，肺癌高风险人群还应积极改善生活方式，戒烟和避免长时间接触有害化学物质，保持健康饮食和适量运动等，以降低肺癌的发病风险。55岁的李先生查出肺癌后情绪激动，嚎啕大哭，我们对李先生进行教育和安慰。李先生半年前腿上就出现异常信号，但是他没有在意，导致肺癌病程不断发展。通过这一病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机体出现的异常变化。